拜拜，拜拜。恭喜大小姐毕业！Surprise！ 大姐，毕业快乐！该回家了吧？爸等着你接手云顶集团呢。你小子，这里是学校，你低调点好不好？够低调了。哎，你快签字继承集团吧，爸急着退休呢。我不回去，我现在是一名房产销售员。不是，销售员？大姐，你可是大厦第一豪门，云顶集团的继承人，竟然去做销售员，就因为你那穷男友周明？你们看不上周明，我就陪他从零开始，正面给你们看。你给我记住，我现在可是一名普通打工人。你要是敢偷偷帮我，小心我揍你！哎，姐，我和爸是担心你被那周明骗了。我相信周明。哎，大姐。大小姐，您千金之躯怎么能做销售呢？打住！这里可没有什么大小姐，只有销售员下新瑶。我的身份可不准泄露，明白？明白。那个大小姐，您这边请。少爷说您刚毕业，没有地方暂住，吩咐我把最好的云顶1号留给您。要不我带您去实地瞧瞧。主管，我现在的身份可是实习销售员，你见过哪个实习生住这种地方？有客人来了，你去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走吧。云顶房产是云城最大的房产集团，这里最便宜的房子也要200万起步。菲菲，一会儿看到喜欢的房子尽管挑，姐姐买下来送你。这位姐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，不愧是宋氏集团的大小姐啊。这位，这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？阿姨，您就别跟我客气了，我和明哥哥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妹妹就是我妹妹呀。明哥哥，走吧，咱们给菲菲挑个喜欢的房子。这位姐，这的房子都好贵啊，你真的眼睛都不眨一下就要送给我吗？一套房子而已，算不了什么的。这位姐，你人真好啊！那是什么房子？好气派啊！来看一下，这应该就是云顶集团最得意的作品——云顶1号吧。明哥哥，我们也去见识见识实景房吧。走。非常抱歉，各位贵宾，这座价值10个亿的云顶1号庄园已经有主了，不能对外开放。有主了又怎么样？反正没入住，这可不行。抱歉，庄园主人身份尊贵，为了安全考虑，不能向公众展示，请各位移步其他房间看看吧。这就想打破我了？今天我偏要进去呢。阿姨，你别生气，找你们主管过来，就说宋氏集团宋之薇找他。大哥，像知薇姐这样的白富美，跟你简直太般配了。她要是我嫂子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菲菲，你别乱说，我有女朋友。我听说明哥哥的女朋友就在云顶房产工作，她收入应该很不错吧？我呸，收入不错，她一个破销售员，连自己都养不活。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呢。大哥，你看他穿的什么破衣服？这浑身上下加起来能有知薇姐一个包柜吗？他根本就配不上你，还是知薇姐最合适。周明，你怎么来了？青瑶，我没来买房，我陪她过来看看。
宋小姐您好。您好，我带我妹来买房，麻烦你行个方便，带我们参观一下云顶1号。宋小姐，这栋私宅是我们云顶集团大小姐的私宅，涉及隐私，恐怕……既然宋小姐感兴趣，那我就带你们进去看一看吧。这边请。哇，这庄园也太牛了吧！不愧是云顶集团大小姐的私宅啊！知薇，你现在面子越来越大了，连云顶房产都得给你面子啊！妈，这不光是给面子这么简单了，这可是云顶大小姐的私宅呢，还是知薇姐人脉广。有些人呢，就算在里面当牛做马一辈子，也接触不到这些，还真是沾了知薇姐的光呢。前面光顾着参观了，现在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我女朋友夏星瑶，星瑶，这个是我妈，这个是我妹菲菲，这个是宋知薇。阿姨好。放着月入100万的白富美不要，找个销售。周明，你脑子进水了？妈，星瑶人很优秀，学历高，人也聪明。阿姨，我会努力的。努力？知薇姐随随便便1个月赚的，都够你努力几辈子了吧？她现在月入100万，我确实做不到。星瑶妹妹，别灰心啊！你每天看着这动辄几百万的豪宅，也不知道你给自己定了小目标，是多久给自己买套房子呢？就凭她，下辈子都买不起吧？我看她就是想靠我哥改变命运呢。对了，听说你妈走得早，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都在做什么呀？我爸在做些生意，我弟……什么？你弟还没结婚吧？单亲家庭，还有个光棍的弟弟，这不是典型的伏地魔吗？哪比得上我们知薇啊？不只是自己优秀，家里啊还能帮衬我们周明。要我说，只有知薇啊才是适合我们周家的儿媳妇。妈，别太过分了。什么？我过分？你当着外人面顶撞你妈？你不是学历挺高的吗？怎么不找个像样点的工作？阿姨，现在工作不好找的，星瑶妹妹可能也是没办法吧。她没好的家世做后盾，不就自生自灭吗？哥，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会被拖累死的。我不是周明的拖累，我能自己赚钱的。就凭你，别做什么白日梦了。除非你为了那点可怜的业绩，去陪那些老板去赚丧钱。知薇姐，咱别理这种人了，叫一下，走吧。对，我们走，眼不见为净。星瑶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周明，我会努力让他们认可我的。一起努力。来，菲菲，拿着，这套精品房以后就是你的了。知薇姐，你人也太好了吧！这300万的房子，你说送就送啊！一点心意而已。那座云顶1号才是真正的梦想之家。给我5年，我一定会买那样一座庄园送给明哥哥，让他享受最顶级的生活。哎呦，知薇，你有这份心就好了。你对周明的情谊啊，他都记在心里了。阿姨，给我5年，我一定会的。走吧，我们去找明哥哥。周明，你很喜欢这座庄园？这样顶级的庄园，谁会不喜欢呢？唉，可惜，对我们来说，太过遥远了。这有什么遥远的？既然你喜欢，那它现在是你的了。这是云顶1号的卡片钥匙。星瑶妹妹，我没听错吧？你说这卡片是云顶1号的钥匙？刚刚主管都说了，云顶1号是云顶集团大小姐的私宅，你撒谎也要打草稿吧？我就是够了！你虚荣心作祟，在我哥面前撒谎也就算了，现在你还拿这张破卡来戏弄他。大哥，他现在为了争面子，就开始不择手段了。我没有说谎，这真是云顶1号的卡片钥匙。周明，
你拿着。走了，和这种满嘴跑火车的人有什么好说的？就是啊，大哥，快走，不要沾上穷酸气。星瑶，我回去联系你。又穷又蠢又爱装，恶心死了！大小姐，这是云顶1号的产权合同，您不必为了这种人生气。那宋之威不过是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而已，怎么能和这价值10亿的云顶1号比呢？卡片钥匙掉了，还有产权合同，我忘记给你了。你有完没完了？哎呀，这假合同、假钥匙，是你利用工作之便偷做的吧？就是，赶紧带着你那破烂玩意儿，赶紧滚！妈，闭嘴！阿姨，我和周明是真心相爱的，宋之威可以给你的，我也可以给。真是好笑，之薇姐1个月赚的都比你1辈子的多，你拿什么跟她比？开门！我要下车。赶了你了，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他配不上你，之薇跟你才是门当户对。星瑶妹妹，你也不怕把牛吹死？以宋家的财力，我才敢说5年之内买下这样一座庄园，而你，一个小小的销售员，凭什么敢说云顶1号是你家的？凭什么？就凭着合同上盖着云顶集团的公章，写着我夏星瑶的名。不信你看。真以为你拿份假合同我就信你？记住，离明哥哥远一点，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。妈，那个夏星瑶跟狗皮膏药似的，要是她死缠着哥哥，那可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有办法让他滚蛋。阿姨好。废话少说，我来这儿就一件事，拿着这50万，离开我儿子。不可能，周明不会同意的。他敢不同意？之薇才是我为他选定的好媳妇。至于你那个单亲的爹和等着吸血的弟弟，跟我们周家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，你们不配。阿姨，你了解我的家庭吗？了解我爸跟我弟弟吗？了解你们吸血家庭，我哪有闲工夫？哦，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我已经安排好周明去海城大学读博了，今天就出发。去读博？去海城读博？周明怎么没有告诉我？周明，你在哪儿？我现在来找你。夏星瑶，无论你怎么做，周明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。周明，你要去海城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都是我妈安排的，告诉你又能改变什么呢？你可以不去，我可以帮你。帮我？你怎么帮我？星瑶，接受现实吧，我去海城也是为了跟你有个更好的未来啊。等我回来，一定娶你。好，我等你。
周明，快上车，还要赶飞机呢。哥，等你学成归来就是博士了，跟这个破销售员废什么话呀？我送你去机场。不用了，他们会送我。星瑶，我会想你的。是夏子安，真的是他，是顶流天王夏子安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这……你大姐还在外面体验生活呢。是啊，爸。我上次参加粉丝见面会时还遇到大姐了。爸，大姐是真喜欢那个周明，我送她的云顶1号，她一次都没去住过。周家根本就配不上我夏天明的女儿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是总不能让大姐一直住廉价房吧？她从小到大哪吃过这种苦啊？看在新瑶如此坚持的份上，我倒是可以给这周明一个机会。你给我盯紧点，好好看看这周明到底值不值得你大姐如此付出。明白，爸。周明，我发奖金了2万，你在学校别舍不得。周明，快看，我创业了，等你毕了业，我就把公司交给你。这种小事别总打扰我，我很忙。明哥哥，夏妹妹还是不死心啊！你要是想她的话，你可以联系她的。对了，我查清楚了，夏子安那天是因为要开粉丝见面会，才把星瑶当成粉丝抱她的。不提他了，你难得过来，我好好陪陪你。好。恭迎安宁安宁走。安妮总，明星资本上市申请正式获批。3年了，我隐姓埋名，从一个小小的销售员做起，一步一步把明星资本做到上市。周明，我做到了。安妮总，这是按照您的要求，为周明先生准备的专项投资合同书。好，立刻发布新闻，明星资本将全力投资周明，同时准备好签约会场。是，安妮总。等等，帮我安排一下。我要参加海城大学的毕业典礼，亲手将合同交给他。恭喜同学，谢谢。毕业快乐！感谢大家参加海城大学博士生毕业典礼。现在我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就在周明同学毕业当天，也就是今天，明星资本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投资周明。是那个投资界的黑马，短短3年就崛起上市的明星资本。这周明真不愧是海城大学这一届最优秀的博士生啊！周明，这3年你也辛苦了，我们都完成了自己的计划，终于可以堂堂正正的在一起了。下面，请周明同学发言。感谢大家，我能得到明星资本的青睐，离不开海城大学的培养，离不开家人默默的付出，当然更离不开这3年来一直默默支持我、等待我的那个女孩。我曾许诺毕业之后娶她为妻，今天我将当众兑现我的承诺。果然，他记得我们的约定。现在有请我的未婚妻上台。一切在我的心里住着，指引我找到遗落的线索，不再是孤独的。
这就是我的未婚妻宋氏集团千金宋之薇小姐。什么？周明，为什么？哟，这不是那个夏新瑶吗？这也是你能来的地方。我是来给周明送毕业礼物。笑死个人了！毕业礼，你一个破销售，能送出什么好东西？夏星瑶，3年了，你还阴魂不散？你知不知道，明星资本马上就要和周明签约了？你这种人，给他提鞋都不配。我当然知道，明星资本签约周明是我做的决定。你疯了吧？你知道明星资本是什么概念吗？吹牛也不闪着舌头。啊！放开！周明，为什么？夏星瑶，我们两个不合适，算了吧。傻了吧？3年前我就告诉过你，你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我哥现在可是明星资本的新贵，你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小姐，请不要扰乱会场。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。这位，我来说吧。各位，我要当爸爸了，这位怀了我们的孩子。这位，嫁给我吧！嫁给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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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愿意。哈哈哈哈！好，星瑶这丫头可真给我长脸了，不靠下家。短短3年就能把明星资本做到上市。爸，这明星资本可是大姐为周明创立的，这新闻就是证明，大姐用心良苦，你就成全她吧。既然他们能坚持3年，确实不容易。不过我夏家嫁女岂能主动？子安，你回头联系身份地位合适的人，让他出面保媒，把场面做足一点。明白，交给我了。安排最快的飞机去海城，我要亲眼看看，让我女儿苦苦等候3年，请你扶持的男人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周明，你当初说过毕业就会娶我，你忘了吗？你怎么忍心这样对我？林哥哥，你看，星瑶妹妹还是不死心。夏星瑶，我即将获得明星资本的巨额投资，而你一事无成，你配不上我。我配不上你。我让明星资本给你投资，就是为了能让你堂堂正正的站在我身边。可惜，你不是当初的周明了。夏星瑶，你疯得不轻呢！明星资本投资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哼，看我飞黄腾达了，想抱大腿了？我抱大腿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明星资本为什么会投资你？哼，当然是之薇的父亲帮我牵线搭桥的呀。没错。我爸跟明星资本的人认识，肯定是他帮的忙。爸，就是这里。好，我们马上进去。你以为是他帮的你？周明，我告诉你，明星资本是我送给你的惊喜。你送给我的惊喜？哼！明明一无是处，非要装。我装？我能让明星资本给你投资，同样也能撤回投资。你什么意思？看清楚，这是明星资本投资合同。我本来想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你，但现在你不配了。你怎么会有这个？难道……没错，明星资本就是我创立的，给你投资的人是我夏星瑶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周明这是被前女友找上门了。夏星瑶，撒谎！明哥哥，你别信他。明星资本市值500亿，就凭他，我听说云鼎集团董事长今天会亲自到，
见证你跟明星资本签约，到时候他就原形毕露了。云鼎集团，那如果我说云鼎集团也是我家的，夏星瑶，我看你病得真是不可救药啊！居然敢说市值万亿的云鼎集团是你家的，废物就是废物，是说谎都不会。周明，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浪费时间。夏星瑶，你越胡说八道，越证明我离开你是正确的选择。周明，你给我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恩断义绝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后悔？最后悔的就认识你。我看谁敢欺负我女儿！我倒要看看谁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！天哪，那不是顶流天王夏子安吗？他怎么来了？听说夏子安是云鼎集团的少爷，这次八成带领云鼎来见面签约的。这周明可真是咱海城大学最优秀的毕业生。周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云鼎集团的少爷怎么会来这儿呢？妈，这云鼎集团肯定是来见证我跟明星资本签约的。而夏子安发火，一定是因为夏星瑶胆大包天，冒充夏家大小姐。夏少爷，您真的来得太及时了。他这个贱货，居然在我哥签约明星资本的大喜日子跑来闹事，冒充夏家大小姐。这个女人死缠烂打求我复合，被我拒绝后，就在这造谣生事。您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。让谁付出代价？哦，就是他，就是这个贱妇。整天做什么豪门大梦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德行。打我！夏少爷，您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打我妹妹？打的就是她！你们这些蠢货，知不知道她是谁？够了，别说了。星瑶，你受委屈了。现在爸在，有仇报仇，有气出气。你想做什么，尽管去做。你要干什么？周明，别以为有人给你撑腰，你就你夏星瑶，居然敢打明哥哥，我跟你拼了！保镖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宋家大小姐宋之薇。我爸宋远山可是云鼎集团的得力干将，你们敢动我，放开我！宋远山，你猜猜看我是谁？少在这里故弄玄虚了！你要真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人，我宋之薇会不认识。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是云鼎集团总裁夏天明。什么？云鼎总裁夏天明？云鼎总裁夏天明，你接着编了你！你们这对骗子妇女，哼，戏演的挺好啊，夏少爷，你被这女人给利用了。他怎么可能会是？宋小姐说的有点道理，夏天明哪有这么容易出现？对，校长，你还在等什么？还不把这骗子妇女给我轰出去！放开我！是我爸。喂，您要来参加签约仪式？太好了，爸，这里有个疯子，不知死活的疯子，冒充夏总。爸，他在打我。什么？别有此理！你等着，他马上到。啊！你等着吧，等我爸来，就等着下跪给我磕头。还有你，夏星瑶，你这辈子都会被我踩在脚底下。宋总，发生什么了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冒充夏总，还敢打我女儿，我倒要看谁他妈不知死活！各位，爸，你终于来了。谁欺负你？就是他们，这个老头冒充夏总。还有你，这个女人冒充夏小姐。爸，你快教训他们！爸，千万别让他们暴露我们的身份。陛下，哦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爸，什么情况？爸，你干什么？爸，你干什么？他刀
宋远山，带着你的人给我滚出去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女儿面前。是，我马上滚。还愣着干什么？把宋之威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拖出去！爸，他到底是谁啊？为什么要打我？你个蠢货！他们没有冒充，这就是夏总和他女儿。你怎么敢得罪他们？之薇这是怎么了？你宋伯父那么怕夏星瑶的爸，他该不会真是夏天明吧？这不可能啊！夏星瑶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家世？我猜宋伯父是不想得罪夏子安，才委屈之薇的。嫂子，你没事吧？滚开！谁是你嫂子？之薇，你发什么疯？菲菲是关心你啊。周明，你怎么不去死？都是你这个混蛋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得罪云鼎集团，还连累了宋家？云鼎集团，他们不是来见证我们签约的吗？薇薇，出什么事了？滚开！别再让我看到你们啊！你们找死也别拉我垫背！他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还能是因为什么？都是夏星瑶那个不知死活的女人弄的，连累宋家也被云鼎迁怒。这个祸害，我绝对饶不了他。夏星瑶，等明星资本资金一到手，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。爸，我是真想废了周明那个混蛋，您都准备接受他了，他竟敢背叛大姐。这种势力根本配不上你大姐，分了也是老天开眼，省得以后你大姐受委屈。大姐，要不我把周家封杀了，给你出气。不用了，子安，放心吧，我没事。爸，我现在就想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明星资本上，把事业做好。至于周明，不值一提。你得好好休息。爸，公司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去处理，我不能松懈。可你的身体……放心吧，我撑得住。为了那些跟我打拼的员工们，我也绝不能倒下。看来大姐这次是彻底把情关过了。是啊，星瑶不仅没被击垮，反而更坚定，这才是云鼎集团的继承人。通知集团所有的高管，1周后举行接任仪式。我要向所有人宣布，明星资本的安妮总就是我的女儿夏星瑶，云鼎集团将由她正式执掌。安妮姐，安妮姐，安妮姐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好好工作，我去换一件。你回来了，安妮姐。你怎么穿着员工装啊？刚才衣服湿了，就随便换了一件。对了，投资峰会快开了，帮我起草份合作协议吧。好的，安妮姐。哇，这就是明星资本啊，好气派啊！哎，周明真有出息，能被明星资本看上，妈和菲菲可算是能沾你的光了。那是自然，等拿到投资，新公司高管的位置给你们留着。太好了！不过你可是他们明星资本投资的对象，你来签合同，怎么连个迎接的人都没有？就是，这也太不拿你当回事儿了。哎，喂，我哥周明可是你们明星资本重点投资的高材生，他专门来签合同的，你们看不见啊？周明，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啊？哦，有这么个人，好像是安妮姐亲自要投资的人啊。安妮姐钦点的呀！啊，周先生您好，安妮总这会儿正好在公司，我带您过去，这边请。
周先生，安妮总就在里面，您请进。哥，真威风，瞧他们对你的态度。就是，以后这个公司啊，除了那个安妮总，都得听你的。哎，别忘了给咱家多留点好处。放心，都包在我身上。人呢？不是说安妮总在的吗？妈，蹲着的那个就是。毕竟是你的投资人，说话注意点啊。知道。安妮总，我叫周明，今天专程的来和明星资。夏星瑶，怎么是你？夏星瑶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明星资本的安妮总呢？安妮是我的英文名，你们要找的安妮总就是我。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就凭你也配？穿成这样冒充安妮总，你疯了吧？夏星瑶，你在跟踪我？我早就把你甩了，你还死皮赖脸追到这儿，你贱不贱？周明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在这里是因为这是我的公司，我在工作。你的公司，这充其量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装，骗鬼呢？哎，竟敢坐在安妮总的位子上，你这脸皮也太厚了吧！我妈说的对，安妮总是我的投资人，你敢对她不敬，信不信我现在就叫人把你轰出去？周明，你口口声声说来签合同，那我问你，明星资本邀请你来了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我是没收到邀请，可新闻长说了，明明投资我。难道？没错，那份合同已经亲手被你撕毁，在你撕掉它的那一刻，投资就已经作废了。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！你个臭销售，怎么可能有明星资本的合同？你一定是在骗我！骗你？周明，你配吗？干嘛？吵吵这些没用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已经说了，我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。我呸！你还要不要脸了？真演戏演上瘾了？真把这么大个公司当自己家了？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明星资本对安妮姐出言不逊。江特助，立刻重新发布新闻，取消对周明的投资。另外，通知全行业封杀他。现在我不想看到这些人，清场。是。保安。走。住手！你们反了天了！我儿子可是你们安妮总啊看中的高材生，马上要拿到了明星资本的大投资了，得罪了我们，连我们的饭碗不想要了。就是一群看门狗，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，信不信我哥一句话就把你们全开了？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吧？别被这个女人给骗了。她叫夏星瑶，她就是个卖房子的，就因为跟我处过对象，就在这装腔作势。就是，我哥是在维护你们安妮总的权威，你们居然让一个骗子坐在安妮总的位置上，出了什么事，你们担得起责任吗？我是骗子，不然呢？你敢说你不是靠着周明以前的关系在这里上游受骗？上！别碰我！放开！放开我！真是井底之蛙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有眼不注到这种地步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看清楚，即日起，明星资本将取消对你的一切投资，并对你启用全行业封杀。封杀？不可能！让安妮总出来！我要见他，我要当面问他凭什么这么对我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德不配位，明星资本投资手中人品，而你毫无德行可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看出去！放开你的脏手！别碰我！
是你们公司发布新闻要投资我，白纸黑字，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明星资本的信誉呢？就是，你们这样子随意毁约，让我哥以后在圈子里怎么混？你们负得起这个责任吗？信誉从你们这人嘴里说出来，简直可笑至极。你哥已经没有影，他已经被彻底踢出这个圈子。带走。安妮呢？让安妮总出来见我。江特助，投资峰会需要的合作协议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好了，安妮姐。这次由我们明星资本牵头的投资峰会，云城所有的顶级资本都将出席，届时您将亲自选定并宣布获得我们100亿投资的合作对象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走，滚远点！再敢来撒野，打断你们的腿！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，最近喝凉水都塞牙缝了。那个江特助为什么对夏星瑶言听计从的？听说明星资本的创始人是女的，难道夏星瑶她？不可能！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有几斤几两我能不清楚吗？就一个穷的叮当响的货销售，何况明星资本创始人是安妮，不叫夏星瑶。肯定是他在明星资本造谣泼我的脏水。对，一定是夏星瑶搞的鬼。现在连安妮总的面都见不着，夏星瑶是存心毁了我啊！让我去找那个贱人算账。哎，别冲动，我给志伟打个电话，他兴许有办法。志伟，出事了，我被明星资本取消投资，彻底封杀了。是吗？那可真是苍天有眼。周明，你就算死在外面，也跟我没半毛钱关系。志伟，你说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讲话呢？我到底做错什么事儿了？蠢货，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得罪的是谁是吧？周明，以后别给我打电话，滚！志伟，你别这样，你还怀着我们的孩子。孩子，你到现在还在做春秋大梦呢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根本就没怀孕。周明，你怎么不去死？都是你这个混蛋！怎么了？病人急火攻心，晕厥而已，没什么大碍，好好休息。妈，宋之薇根本没怀孕，她一直都在骗我们。什么？宋之薇这个烂货！好事儿，这是天大的好事儿啊！妈，大哥都这样了，你还说这是好事呢？傻孩子，宋之薇摆明了是要甩了你哥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没了孩子这个累赘，简直是老天爷在帮我。帮我？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了孩子，你就没了累赘，就可以攀更高的枝。更高的枝？明星资本马上要开投资峰会了，到时候全城的大佬都会来，那个神秘的安妮作为东道主，肯定会露面，这不就是你最好的机会吗？对啊，哥，你想啊，那个安妮之前为什么选中你？肯定是不光看你的能力，说不定是看你长得帅，相中你了。没错，这才说得通。只有像安妮这样站在顶端的女人，才能配得上我周明。等我拿下安妮，成为明星资本的男主人，夏星瑶、宋之薇，我希望你们通通都跪在我的面前。看来这次峰会的吸引力不小啊。江特助，关于100亿投资合作方，你有人选了吗？安妮姐，本次与会企业近100家，综合评估下来，春秋集团独占鳌头。在我们崛起之前，春秋集团一直是投资界的龙头老大，根基深厚，信誉重重。好，重点关注春秋集团，
如果评估无误，那这次合作就交给他们。明白。妈，菲菲，快看，全都是顶级大公司的人。那当然了，明星资本砸下100亿寻找合作伙伴，这些大佬哪个不是冲着这泼天的富贵来的呀？搞了半天，这些所谓的大公司代表，都是来巴结我未来老婆的。周明，阴魂无色。这话该我问你，我走到哪你就跟到哪。夏星阳，你就这么死皮赖脸跟踪我？跟踪你？我倒是觉得你像块甩不掉的狗皮膏药，黏着我。夏星阳，睁大你的眼睛看一看，今天是什么场？来的全是商界巨擘资本大佬，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破销售，谁给你的胆子混进来？混进来？我要是不来，这场峰会还开得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这场峰会是我夏星瑶一手创办的。夏星瑶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这峰会明明是明星资本安妮总的手笔，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啊？跟我没关系，那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谁请你们来了？笑话！我儿子周明和安妮总关系匪浅，这么大的场面，我们周家当然要来给安妮总捧场啊！关系匪浅，这笑话可真够冷的。你别不服，我哥呢，要长相有长相，要学历有学历。安妮总要不是看上了他，当初怎么选择投资他呢？菲菲说的对，今天我一定要让安妮看到我的诚意，不管她想要什么，我都会全力的满足她。周明，我当时怎么瞎了眼看上你？为了利益，竟然连陌生女人的床都住不爬，真是来者不拒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？夏星瑶，你当初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装的跟个贞洁烈女似的，现在呢，为了业绩爬过多少客户的头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就是，你跟安妮总年纪差不多，人家是100亿身价的总裁，而你呢，就是一个打工的牛马。你就这么觉得我不如安妮总？不然呢？你要是有安妮总1/1000的本事啊，我儿子周明说不定早就把你娶过门了。可惜呀，你连给安妮总提鞋都不配。没想到你们倒是对明星资本的创始人评价很高啊。那是当然了，明星资本可是投资界的黑马。安妮总年纪轻轻就站在了巅峰，前途无量。你一个靠身体换来业绩的烂货，有什么资格评价他？怪不得周明变成现在这样，原来你们周家人的血液里流淌的都是势力和背金。少拿这种弱者的孙子当遮羞布。夏星瑶，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，攀附强者。今天我周明一定要拿下明星资本的安妮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周明，你忘了宋之威了？你现在盘算着去攀附安妮，对得起他吗？少跟我提宋之威，我跟他早就一刀两断，没有关系。我周明未来的妻子，只能是明星资本的安妮。哎呀，这位想必就是周明先生，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。我是周明，你是？鄙人姓关，是春秋集团的代表。今日终于见到周先生本人，三生有幸啊！不瞒您说，费了好大功夫才打听到这个消息。明星资本是安妮总专门为你这位未婚夫创立的，你这福气真让人羡慕啊！什么？明星资本真的是为我创立的？大哥，你听到了吧？看来安妮总一直在对你默默关心，青睐有加。这公司还真是给你准备的。这是我们春秋集团的一点心意，1000万现金支票，请您在安妮总面前为我们美言几句。这1000万？是，这只是定金，只要周先生能促成我们春秋集团
和明星资本的100亿合作，我们还将奉上价值过亿的顶级湖景庄园一套，怎么样？湖景庄园过亿！大哥，这安妮总真威风啊！这些平时咱们高攀不起的大人物，现在一个个眼巴巴的想讨好我们呢。还喊什么安妮总？以后见面记得叫嫂子，嘴巴甜一点，对，他也高兴。哼，手指缝里露点给你，都够你当个领导了。夏星瑶，你笑什么？关经理，春秋集团也算是行业内的领头羊了，明明可以靠实力赢得这份投资，为什么偏偏自降身价，走这种歪门邪道？你懂吗？这叫人情世故。再说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这场合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算什么？这场投资最终花落谁家，我说了算。您能做主，恕我眼拙，请问您是？安妮，您就是安妮总啊！关经理，你别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就是个卖房子的，一路跟踪我们这儿，他就是来捣乱的，他的话一个字都不能信。可是这名片看着不像是假的呀，传闻安妮总似乎也就这个年纪啊。安妮总是我未婚妻，她长什么样我能不清楚吗？这女人跟明星资本八竿子都打不着。哼，还有这破名片，100%就是她为了骗人伪造的。周先生，你太冲动了，这名片上有防蚊水印，不像是假的呀。不信是吧？来，睁大眼睛好好看一看。啊，他的工作就是个销售。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冒充安妮总！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冒充安妮总！你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？听见了吗，夏星爷？3年前你送我假的云顶1号钥匙合同，现在又在冒充安妮总。哼，我劝你醒醒，不要再对我有什么妄想。就是。我哥马上就要成为人上人，你呀，趁早死了断我嫂子的心吧。关经理，想拿到那100亿，就帮我把这个碍眼的东西清理出去，立刻！周先生放心。保安，都给我听好了，这位是安妮总的未婚夫周明先生，而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，竟敢冒充安妮总，还敢顶撞周先生，立刻把她给我轰出去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你！你是不是以为赖着不走，等到安妮总来，就等着泼我哥脏水？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污蔑我哥！没错，赶紧给我离开这里！周明，你口口声声念着安妮总，我真好奇，等你亲眼见到他本人的那一刻，会是什么样子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把话说清楚！江特助，立刻到会场来。是，安妮姐。所有人，跟我去会场。夏总，大小姐这次组织的峰会，堪称空前盛世啊。是啊，星瑶做的比我想象的更好，不知哪家公司有幸能得到这100亿投资。我们赶紧过去看看。夏星瑶，你真是越来越会演了。你是不是想说你在给明星资本的人打电话？没错，我是在给明星资本的江特助打电话。你们在江特助面前被赶出去的样子，忘了？我呸！当初要不是你在江特助面前搬弄是非，我哥早拿到投资了。还有这回事儿？可不是嘛！这小贱蹄子不知道给江特助灌了什么迷魂汤，江特助居然还听信了他的话。今天我们来这儿就是找安妮总讨回公道的。夏星瑶，趁我未婚妻还没到，识相点，赶紧离开。哼，你曾经确实是安妮的未婚夫，但现在你已经不是了。闭嘴！安妮总专门为我哥设立了明星资本，
轮得到你挑拨？就是，除非瞎了眼，否则谁会看不出来安妮总对我们周明的心意啊？我之前确实是瞎了眼，竟然为了周明这个渣男，放着好日子不过，跑去吃苦。夏星瑶啊，夏星瑶，你知道今天的投资峰会是什么场合吗？等会儿安妮总一定会亲自到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冒充他，真是不知死活。你就这么确定我是冒充的？不然呢？你要真是安妮总，我管你叫妈。免了，我可生不出你这么拜金的女儿。江特助马上就要到了，等江特助到了，我的身份自有揭晓。听说江特助是从一开始就跟安妮总打天下的人，待会儿江特助来了，这个女人的谎言就能被拆穿了。没错，夏星瑶，江特助也是你能指挥的。愣着干什么？关经理，1分钟之内让她消失。保安，把这个疯女人给我轰出去！江特助到。江特助，这个女人又在冒充我的未婚妻安妮总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打人？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！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觊觎我们安妮总？你完了！等安妮总来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一群有眼无珠的家伙！安妮总早就到了。那可太好了，你就等着被开除吧。我倒要看看是谁的下场更惨。你到底是不是安妮总的未婚夫啊？江特助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？关经理，肯定是夏星瑶跟江特助有一腿，所以啊，他才向着夏星瑶。我说江特助怎么对这个女人言听计从？诸位，欢迎莅临本次明星资本100亿峰会，我是安妮总的助理江云洲。让我们有请明星资本掌舵人安妮总小姐登场。哥，安妮总快来了，快呀！周明，你一定要趁着这个机会拿下安妮总，帮我们出气。夏星瑶，不得不说，你的确很有手段，能傍上江特助，可你的威风到此为止了。等我未婚妻出来，我让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。是吗？不好意思，要让你失望了。诸位，下面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我们明星资本的创始人夏星瑶小姐。什么？什么？夏星瑶就是安妮总？不，这不可能！糟了，我得罪了夏星瑶，我们春秋集团的100亿投资岂不是要泡汤了？大家好，我是夏星瑶，相信很多来参加投资峰会的朋友都对我们明星资本的100亿投资项目感兴趣。不过在这之前，我要先向大家讲一个故事。3年前，我创立明星资本的初衷，其实是因为一个男孩，也可以说没有他，就没有今天的明星资本。天啊，传闻是真的，明星资本是安妮总为未婚夫创立的。安妮总亲口承认，还能有假？这100亿投资，看来非安妮总的未婚夫莫属了。整整100亿啊，太让人嫉妒了吧！妈，夏星瑶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，当初我就不该甩了她。傻儿子，你别紧张，你没听他说吗？明星资本当初是为一个男孩创立的，那个人就是你。是啊，哥，他句句都是想和你复合的意思。这100亿的投资，肯定还是你的。真的？可我当时那样对他，难道他不会记恨我吗？哎呀，他当时爱你爱得要死要活的，怎么可能记仇？就是，只要你给他一个好脸，他肯定求之不得。你吃定了。周明，请上台。妈，夏星瑶叫我了，她心里果然还是有我啊！太好了，
我就知道今天来对了。儿子，这100亿的投资是你的了，而且你即将成为明星资本的男主人。哥，你要一步登天了。舔狗就是舔狗，纵使我念他千百遍，他依旧对我投怀送抱。星瑶，我来了。诸位，这位就是我的前男友周明，明星资本也是我当初为他准备的礼物。星瑶，你别这么讲，我受之有愧。只可惜，在我为这份礼物奋斗的这3年里，周明却背叛了我们的感情，和其他女人搞在了一起。星瑶，这些都是误会，你听我解释啊！保安！啊！周明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，可是你非但不信，还联合你的家人一起欺辱我。那现在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与你无关了。从此刻起，周明及其家族与明星资本再无半点瓜葛。至于100亿投资的归属，因原定的合作伙伴春秋集团的代表品行不端，春秋集团出局。不是，安妮总，能不能再好好商量一下？能不能再给我们春秋集团一个机会啊？求你了，安妮总。不必了，关经理，我原以为春秋集团名声在外，是一个不错的合作伙伴，甚至连江特助都特意为你打保票。可惜你这个人是非不分，见利忘义，不配再参加100亿合作。说得好，挑选合作伙伴就应该宁缺毋滥。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的话，怎么知道夏氏集团的这些蛀虫？夏总，您什么时候到的？让我们隆重欢迎云鼎集团总裁夏天明先生上来为大家讲话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鼎集团的夏天明，同时也是夏星瑶的父亲。什么？夏星瑶他爸真是云鼎集团的夏总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周家怎么这么倒霉呢？你就是春秋集团的代表，就凭周明的这几句鬼话，你就失去了判断春秋集团的智商什么时候这么低了？夏总，对不起，您饶了我，我真不是有意要冒犯大小姐的。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我是明星资本的创始人，是你自己不信。我也是听了周明的一面之词，这才冒犯您的，大小姐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这点小事算不上冒犯，只是你作为春秋集团的代表，你今天的表现我很不满意。没错，春秋集团好歹是云鼎旗下的子公司，你作为管理，连这点基本判断都没有，你是干什么吃的？还有，你还恶意欺凌弱小。夏总，大小姐，我真不是故意。什么都不用说了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你被开除了。不要啊，夏总，你饶了我吧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真不是。夏总，大小姐，再给我个机会啊！我知道错了。夏总，大小姐，再给我个机会啊！我知道错了。说实话，能有这样的女儿，我感到很自豪。其实，在3年前，我就打算把云鼎总裁之职让给他，但是他为了跟喜欢的人在一起，毅然决然的从头开始。星瑶在没有动用云鼎集团任何资源的情况下，一手打造了明星资本，并让其上市。可以说，他的优秀有目共睹。本来我准备召开云鼎集团总裁的交接会，但择日不如撞日，趁着大家都在，我宣布，我即将把整个云鼎集团交给星瑶。相信以星瑶的能力带领云鼎走向更高的辉煌。原来
明星资本创始人、云鼎集团大小姐都是夏星瑶。妈，你看见了吗？现在的夏星瑶是我们仰望的存在了。都怪你，当初要不是你逼着我抛弃她，我们周家早就飞黄腾达了。儿啊，妈那也是为了你好啊！我也没想到这个夏星瑶，她真的业绩变凤凰，成了这么厉害的角色。我要是知道她有这背景，打死我也不会让你跟她分啊！大哥，你也不能全怪妈和我头上啊！当初你一直觉得她没有出息，是个骗子。他说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呀！难道？没错，明星资本就是我创立的，给你投资的人是我夏星瑶，云鼎集团。那如果我说云鼎集团也是我家的，这是明星资本投资合同，我本来想把它当做礼物送给你，但现在你不配了。他从来都没有骗过我，是我们自己不信。快，夏星瑶出来了，周明，你去说几句软话。他要是心一软，我们就还有翻身的机会啊！快去呀！哎呀，去啊！有事？星瑶，你听我解释啊！都怪我当时糊涂耳根子软，听了我妈的话呀，才做出对不起你的事。但你相信我啊，我心里最爱的一直都是你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周明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问问，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些话？不害臊吗？星瑶，你想一想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最好的青春都给了彼此，我对你怎么可能没有感情呢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一次，我发誓这辈子绝对不负你。星瑶，我还没说完，星瑶，夏星瑶，你变了，你以前从来都不会对我这样，你就不能原谅我吗？我不过是一时糊涂犯了错，可你呢？你毁掉的是我全部的荣华富贵。臭明，今天不弄死你个王八蛋！给我上来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周明，你是个满嘴笨笨的骗子！你不口口声声说你是安妮姐的未婚夫吗？你不说夏星瑶是骗子吗？老子被你害惨了！哥，就因为你装孙子充大爷，害得老子得罪了夏家，饭碗都没了。你说你该不该死？坤经理，您消消气，有事好商量啊！商量个屁！快开！你知道失去即将到手的100亿是什么滋味吗？你知道得罪夏总，我下半辈子是什么下场吗？关经理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这是您之前给我的支票，我还给您。姓周的，给我听好了，以后别让老子看见你一次，老子打你一次。我们走。都怪那夏星瑶，不早点公布身份，一直在故弄玄虚。就是，明明是云鼎集团的大小姐，哎，当初非要在我面前装什么穷销售，分明就是故意的。没错，我看他就是存心想耍你，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好好跟你在一起。就是，他刚才专门把你叫在台上，就是存心让你出丑。夏星瑶，你够狠！你要是早点亮出身份，哪来这么多事儿？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！你给我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走。爸，你要对我说什么？静瑶，这几年你成长得很快，完全有能力支撑起庞大的云鼎集团了。爸，你不会想让我直接接任吧？明星资本的投资还没敲定呢。投资的事先不急，既然我当众宣布要把总裁的位置转给你，自然是说话算话的。好，爸，听你的。你什么时候方便？
我们找个时间召开个新闻发布会。不用了，爸，我毕竟没有管理这么大一个集团的经验，还是低调点好。好，那我直接带你参加董事会，让你跟他们碰碰面。白忙活了一场，什么都没有得到，真倒霉。妈，我们不可能拿到明星资本的投资了，接下来怎么办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都怪夏星瑶扮猪吃老虎。那不是云鼎集团的副总裁冯磊吗？我们今天得罪了夏星瑶，他不会是替夏星瑶来报复我们吧？这不能吧？你就是周明吧？对，我是周明。您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云鼎集团的副总裁冯磊。完了，真是来找麻烦的。实在不行，只能先报警保命了。周明，听说前段时间你被明星资本封杀了，又得罪了我们总裁夏天明，以后的日子恐怕不那么好过吧？冯总，我今天实在是对不起啊。我想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。那您是？我是来找你合作的。合作？我为了云鼎集团辛苦打拼了那么多年，夏天明即使要退休，也应该把集团让给我，而不是让给那个乳臭未干的夏星瑶。没错，这说的在理。这夏天明啊，还真把集团当自己家了。既然夏天明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。王总，您想让我做什么？这1000万支票你先拿着吧，当做是我们的见面礼。至于需要你做什么，当然是在股东大会上给夏星瑶送上一份惊喜。您找谁？你好，我是富家少爷傅林渊，来参加云鼎集团的股东会。好的，我这就带您去会议室。这边请。等一等，傅林渊，周明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是冯磊副总裁亲自任命，本次股东会的负责人。你来这干嘛呀？我来参加股东会。傅林渊在上学时就喜欢夏星瑶，如果他们两个在股东会上见面，傅林渊一定会支持夏星瑶，对冯副总的计划不利，得把他赶走。没事的话，我先进去。别逗了，傅林渊，你有什么资格来参加董事会？你也是，怎么什么人都往里带？他们傅家也是集团的大股东之一，那又怎么样？傅家来参加股东会，就应该家主亲自来。现在派一个小辈，分明是不把我们云鼎集团放在眼里。可是没什么可是的，不许进就不许进。周明，你好大的威风！新瑶，恭喜你，即将升任总裁位置。林渊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你。当初你把我瞒得好惨，谁能想到你竟然是云鼎集团的大小姐？我当初可没想瞒你，只是没必要说而已。傅家也是我们云鼎的股东之一，你有什么资格不让他进？再说了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里指手画脚？夏星瑶，我可是冯磊副总裁亲自认可的，是他安排我入职的云鼎集团。即便你是大小姐，也不能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小人得志。顾家派个小辈来参加会议，根本就不重视股东会，我不让他进，有错吗？我不管你是用什么手段混入的云鼎集团，你给我记住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。林渊，我们走。夏星瑶，看你等下还能不能得意得起。来了，坐。洪总、林渊，股东们都还没来，你们随意一下。
林渊，这位明星资本的创始人夏星瑶，其实就是夏总唯一的女儿。我也是才知道，大小姐刚刚毕业就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，真是令人钦佩啊！我打算把云鼎集团的总裁一职让给星瑶，你们怎么看？星瑶，她只是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小姑娘。有志不在年高，大小姐上任总裁，我们傅家没有异议。星瑶是一天都没有在集团任职过，怕难以胜任。她能白手起家，做好明星资本，我认为在能力上她没有问题。夏总，就算夏星瑶是您唯一的女儿，也不能不经过任何程序就直接上任总裁，这是对股东会的不负责。冯副总上来就一副咄咄逼人的语气，看来他提拔周明绝非偶然。再说了，你让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担任集团总裁，传出去会被人笑掉大牙的。再说了，如果让我们的竞争对手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一定会联起手来围猎我们的。冯副总会不会过于担忧了？傅明渊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相信大小姐有能力胜任总裁。至于竞争对手和我们在山海博弈是常态，和换不换总裁关系不大。哼，你倒是会表忠心呢。实话实说而已。夏总，我就有话直说的，我不同意夏星瑶接任我们集团总裁。毕竟大小姐涉世不深，完全经不起大的风浪啊。星瑶，我们傅家支持你。我劝夏总还是收回成命吧，别再放糊涂了。好了，你上来就说这么多，不就是对我接任集团总裁感到不满吗？对，我就是不服。你在商界唯一的经历不过是创建了明星资本，可是明星资本和云鼎集团比起来，简直是云泥之别。所以呢，你不会真以为你创立的明星资本就一样能掌控好整个云鼎集团吧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除非你能为集团做出重大贡献，证明你的能力，否则是完全没有资格接任云鼎集团总裁的。冯副总，你怎么能说夏总的女儿没有资格？我说错了，就算夏星瑶是夏总的女儿，也要体现自己的价值吧。我们云鼎集团可从来不要平庸的员工，更别说是平庸的总裁了。好，你想要我怎么体现自己的价值？哼，我们集团最近和海外的资产在股市里大肆博弈，由于前期董事会过于乐观，误判了形势，被对方做了局，导致现在有1000亿的流动资产被套在了里面。1000亿被套了？没错，你要是能把这1000亿资产从股市里解套，就等于帮集团做了重大贡献，到时我自然会承认你的总裁之位。冯副总，你这也太强人所难了。这1000亿的事儿我也知道，我们集团那么多顶级操盘手，联合起来，用了几个月都解套不出来。你让星瑶怎么做？傅少爷，你今天的话有点多了。我们傅家作为股东，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？股东是有说话的权利，可是就凭你们傅家的那些股份，在总裁变更这样的大事上，别说是你，就算是你父亲坐在这里，不是什么话都能插嘴。你，看来集团养的操盘手实力也就那样了，被人做局套了1000亿就算了，竟然还没法解套，真是难看大用。怎么样啊，大小姐，不会是怕了吧？也是，这没有金刚钻啊，就别揽瓷器活。大小姐，我劝你还是放弃总裁之位，再多历练几年吧，也好过现在仓促上位，状况百出，到时还是一样会被赶下台，白白影响夏总辛苦积累的声誉。我说我怕了吗？就按你说的做，我来解套那1000亿。你疯了吗？集团那些顶级操盘手都做不到的事情，你一个从未接触过股市的人，凭什么？你该不会以为只要动动嘴就能解决问题吧？哼！是啊，星瑶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整整1000亿啊！
夏总，你可千万不能任由大小姐胡闹啊！你抛出一个问题，星瑶有能力解决，你又不让，你是不是当我夏天明的女儿好欺负？我，星瑶，你有把握吗？放心，他们做不到的事情，不代表我做不到。接下来你就给我好好看着，我来教教你如何去做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做。很简单，不管集团被套牢了多少资金，全部抛售不就得了？什么？抛售？低价抛售造成的损失，你来承担啊？低价抛售的损失？没错，抛售至少会损失股价的20%，这可足足有200亿，这个损失你来承担。真是废物！你说什么？我说集团的股市操盘手是一群废物。那些操盘手都是我的下属，你是在骂我？我不光是在骂你，而是骂你们所有人。小小的年纪就这么不懂礼数，夏总平时就是教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。你跟我说是少扯上我爸，你那么听他的话，现在还来为难我吗？不过没关系，我说了会帮集团解套，这1000亿就能解套。哼，说大话谁不会？我说大话，那你呢？这1000亿被套牢了这么久，你作为集团的大股东，除了像苍蝇一样在这嗡嗡嗡嗡，又做了什么？夏星瑶，我不想跟你一个小辈浪费口舌。你不是要解套吗？废话少说，开始吧！我不信你真的敢抛售。星瑶，他说的没错，抛售最少会损失200亿，你要慎重。放心，没什么可慎重。区200亿，就算是2000亿，我也能轻松赚回来。哼，你说大话的本事倒是不小，倒是也没见你做。我看你啊，身上是一点本事没有，不过是个被宠坏的富家大小姐罢了，只会逞口舌之快而已。行了，你闭嘴吧。不过是损失200亿而已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这点小钱我来承担。星瑶，你竟然真的把1000亿全都抛售了！你夏星瑶，你是不是疯了？这可是我们云鼎集团在股市的全部资产，你怎么敢的？糟了，刚才这波抛售损失远超我们预估的20%，目前已经损失了超过400亿。天哪，400亿！夏总，都到这一步了，你还要放任你的宝贝女儿继续胡闹下去吗？云鼎集团的新任总裁还没正式上任，就已经造成了400亿的亏损。这个消息一旦传出去，恐怕我们的那些合作商都会直接终止合作了。我们云鼎的市值已经开始疯狂下跌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夏总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能不能安静？不过是区400亿，你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愧是千金大小姐，好大的口气啊！你知道400亿是什么概念吗？你知不知道这些钱摞在一起有多高？看你轻描淡写的模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400块呢。冯副总，既然星瑶有信心，我们就应该相信。有信心？可能我们的大小姐从小养尊处优，对金钱根本没概念。我们与其继续放任她亏损，倒不如赶紧想想办法补救，帮集团挽回点损失呀！就这么点钱，怎么就跟要了你的命一样？给我听好了，老实在那别动。过不了多久，这些钱就会全部回来，而且是成倍的回来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损失了400亿才拉出来的钱，你又要一把梭哈进去。星瑶，加油！既然你有信心，我全力支持你。傅凌渊，你是不是也疯了？夏总，你还不让他停手？难道你们非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我们的云鼎集团毁掉，你才满意？冯副总，之前你非要跟国外资本博弈，我放任你投入上千亿进去，可结果你被人家套牢，至今还未解套。
我还跟你说过，周明是个品德败坏，你却还把他安排进了集团，我也随了你的心意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这也不是你放任大小姐继续胡闹的理由啊！胡闹？你还是不明白，现在除了星瑶，没有任何人能帮你彻底解决这千亿困局。夏总，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就他，我已经全仓购买了星空集团的股票，最多20分钟，我就能把亏损的400亿全部赚回来。星瑶，这星空集团是做什么业务的呀？他们主要是做人工智能业务。人工智能？人工智能？我没听错吧？我看你是瞎了眼，居然想靠人工智能赚400个亿！你难道不知道人工智能就是一场骗局吗？那是因为你对现在的人工智能一无所知。早期的人工智能确实不尽人意，但现在数据算法已经成熟，人工智能即将迎来大爆发。行了吧，我的大小姐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嘴硬？承认自己失败很难吗？既然你不信，我可以给你打个赌。打赌？打什么赌？如果我输了，条件随便你提，包括你最希望看到的，我放弃继承云顶。那如果我赢了，条件一样很简单，我要你立刻退出董事会。星瑶，别冲动。我看大小姐这是知道自己胜任不了总裁的位置，故意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吧。不过也好，既然大小姐这么有雅兴，那我自然要奉陪到底了。林渊，别担心，我赢定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输了你不准反悔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星瑶，云顶集团可是夏总一辈子的心血，千万不要把总裁的位置让给一个外人。林渊，你不用太紧张，好戏马上开始，我不会输。真是煮熟的鸭子嘴硬，你们不会以为就这一只股票就能挽回400亿的损失吧？更何况还是他随便选的一只。星瑶，你不是随便选的吧？当然不是，我选择人工智能是因为我知道它必中。那我就祝我们的大小姐美梦成真。这个怎么办？不对，涨了，股票涨了！居然真的涨了，大小姐的运气果然不错嘛。冯副总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激动什么？这才回来2000万，距离400亿的基数还远着呢。再说了，股价本来就是时涨时跌，1-2000万在几百亿的基数面前什么都不是。不管怎么说，已经开始回血了。别做梦了，夏星瑶赢不了的。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别说我这个长辈欺负你们就好了。我赢不了，恐怕你要失望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只股票不但会一直涨下去，而且还会连涨1个星期。星瑶，一只股票能够3天以上保值，就已经是强势股，怎么可能会连续涨1个星期呢？1个星期？我看你是在做梦。难不成你真把自己当股神了？能够操控股价呀？我懒得跟你废话，不信你就看着，我敢说不出1个小时，亏损的400亿就能全部回本。好，那我们就一起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不好了，股票开始下跌了。正常，我早就说了会跌回去，你就是不信。现在好了，别说挽回损失了，他不把这账户里的钱亏干净，就烧高香了。你说的对，股市随时都有变化，所以在最终结果出来之前，请你闭嘴。据我所知，就你买的这个星空集团，不过是一个刚上市的公司，现在买入风险很大，即便你全仓买入呀，也很难操控股价的涨跌。没有股民跟你，你输定了。星瑶，你会不会看走眼了？不会，星空集团的确刚刚上市，正常来说没有人能预测它的涨幅。但是如果我说我可以呢？什么？操控股价？这不可能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吓唬我，就凭你还想操控股价，根本就不可能。吓唬你？等会儿你就知道是不是真的。
太好了，股票又开始上涨了。这不过就是正常的起伏，少在这大惊小怪的。不对，现在是一直在涨，而且涨得越来越快。冯副总，我怎么感觉你要输了？没关系，只要他赚不够先前亏损的400个亿，都算我赢。你就那么自信吗？星瑶现在几乎是完全控股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放眼全球，能操控股价的不超过10个人，而且无一例外不是世界闻名的股票大神，所以我不可能输。但愿你等下还能这么自信。丁渊，你估算一下，星瑶买入这只股1小时内能涨多少？好了，夏总。夏总，据我估算，大概能赚450亿左右，足够弥补之前400多亿的亏损。这怎么可能？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怎么样，冯副总，现在服了吗？冯副总，你输了。不，我不相信你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挽回400亿的损失，我不信。事实摆在你面前，由不得你不信。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一些简单的手段而已，就算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会懂的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学金融的。真是家猫碰到死耗子，没想到还真让你给蒙对了。你别管我是不是蒙的，现在的事实是你输了，记得愿赌服输。赌约？我可是云鼎集团的副总，云鼎第2大股东，我跟你个小孩子赌什么？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你难道输了还想赖账不成？就算我想赖账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叫你几声大小姐，你还真拿你自己当回事儿啊？冯副总，说话越来越过分了。呸！傅凌渊，收起你那副奴才嘴脸。我们可是云鼎集团的股东，跟夏家是合作关系，可不是他们的附庸。你好歹也是个大人物，刚才以大欺小，强迫星耀帮集团解套，1000亿资产，现在他做到了，又不认账，你还要不要脸？给我闭嘴！我再说一遍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那我有资格说话吗？怎么，夏总现在是要明目张胆偏袒自己女儿了？风雷，你这是在教我做事。我没有。你也算是集团的老人了，确实，你也为集团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，这些我从不否认。但是你也得了解我，你不服夏星瑶，你难为我拦了吗？现在他赢了，你却不认。说得好听，还不是想把我们这些集团老人给赶出董事会，好让你的女儿毫无阻力的继任总裁。你不可救药。行了，愿赌服输，我宣布，从今天开始你就踢出董事会了。愿赌服输，夏星瑶，你确定是你赢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夏星瑶，再看一眼你的公司账户。怎么回事？账户怎么突然被顶掉了？账户被顶掉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星瑶，不好，你刚才买入的星空集团股票，全都被抛售出去了。什么？全部被抛售了。损失极其严重。怎么回事？爸，谁还知道集团账户的密码？这个账户设有保密机制，除了你和我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完整密码。那这是怎么回事？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怎么会被人登录账户进行抛售呢？到底是谁？那我可管不着。1个小时的时间快要到了，你非但没有挽回那400亿，反而亏得更多了。这总不能算我输了吧？夏总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愿赌服输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，是周明。周明知道我所有账户的密码，除了我和你，只有他知道我的密码。笑话，周明都不在这里，你少诬陷人了。更何况，他根本就不知道公司的股票账户，怎么可能搞鬼？他不知道，但是你知道啊。冯副总，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会招周明这个渣男了。原来如此，冯副总，你好算计啊！你们少血口喷人了。反正现在还有半个小时，
赌约就要结束了，我看你怎么结婚。好，那我先挽回损失，再跟你算账。他是怎么猜到的？这反应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不过现在周明已经得手，我赢定了。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当然是在股东大会上给夏星瑶送上一份惊喜。惊喜？你跟夏星瑶在一起那么多年，应该知道他最喜欢用的银行密码。您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会在董事会上用云鼎集团被套死的那1000亿来阻止他继任总裁。如果有那1/1000的可能，他真的能解套那1000亿，你就登录账户，把股票全部抛售。云鼎集团的账户会是夏星瑶常用的密码？没错，夏天明那个老东西非常喜欢这个女儿，股票账户的密码都是夏星瑶设置的。原来是这样，这个就有意思了。来不及了，我刚才一波抛售，缩水特别严重，我们只剩下不到500亿的本金了。要想在半个小时之内赚回到1000亿，根本就不可能。怎么样，你认不认输啊？冯副总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笑得出来？怎么了？难道我就应该哭啊？还是我应该输掉对赌，然后被赶出董事会啊？我刚开始只是以为你觉得星瑶太小，没法做总裁，现在你竟然对公司的利益这么不关心。哟，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呢？怎么这么着急向你们傅家的新主子邀功呢？说的是集团利益，我也不想让集团亏钱啊，可是你们的大小姐非要和我打赌。怎么样，星瑶，算是追得回来吗？赚回刚才的损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，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时间来不及了。如果想在半个小时之内赚回1000亿，只能增加资金。需要多少？我不同意追加。冯副总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要跟我们置气？什么叫赌气？集团的钱就没有我的份儿吗？我就想亏损，我只是担心万一再出什么意外，造成更大的损失。算了，毕竟是赌约，我这个时候确实不适合动用集团的资金，我从明星资本抽调。等等，你别忘了，你的明星资本即将并入云鼎，流程都走一半了。所以说呀，明星资本的资产现在也算集团的，你无权私自挪用。真卑鄙！怎么，认不认输？好，我认。等一下，林渊，你还需要多少？刚才抛售的损失太大了，我保守需要200亿。我给你400亿。什么？400亿？傅凌渊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我看着像是在开玩笑吗？你们傅家的总资产才刚刚超过500亿，而且大部分都是股份和固定资产，你从哪儿拿出400亿的现金啊？我什么时候说是现金了？啥意思啊？夏总，我愿意用傅家在云鼎集团全部的股权为抵押，向您个人借款400亿。林渊，你傅凌渊，你疯了吗？你知道你们傅家拿到那些股份有多不容易吗？你居然想抵押出去？别傻了，即使帮夏星瑶赢了我，你们傅家最后也只会落得一个被清算出局的下场。为了赌赢，宁可丢掉集团账户里面的1000亿，也不让星瑶有云鼎和明星资本的钱。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但我偏不属你的意。林渊，你想好了吗？我相信星瑶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傅少爷用自己家的钱帮助星瑶，这下你没意见了吧？涨了涨了，这次比刚才涨得还要快。那是自然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这只股票会涨1个星期，而且越涨越快。还在涨，星瑶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还是得谢谢你，你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支持我，
不然我也不可能翻身。但我明显赌对了。夏总，你快看，现在大家都在疯狂抢这只股票。真的是这样，看来这只股票目前买到就是赚到。静瑶，你可真厉害。话别说那么早，时间快到了。已经没有必要等下去了。账户里的1000亿和我支持的400亿，一共1400亿都已经准备好。什么？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你自己看。冯副总，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了。不，我不接受！我为了云顶集团打拼了大半辈子，凭什么把我赶出董事会？你必须退出董事会。通过刚刚的打赌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百般阻挠我当总裁，根本不是为了云顶的未来，而是因为你自己想当总裁。没错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我当初为了云顶打拼的时候，那个小丫头片子还没出生呢。现在总裁要退休，该接任的人应该是我。你有什么资格空降做我的上司？你为了赢我，宁可赔上集团账户里的1000亿，你有什么资格做总裁？你少诬陷我了！账户的完整密码只有你们妇女知道，出了问题就想推卸责任，我不服！信瑶，你会不会是搞错了？冯总毕竟是陪夏总白手起家的吧？是啊，星瑶，冯雷想跟你争总裁，不过是名誉利益之争，但我相信他心底还是希望云顶集团好的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，一直到丈夫被顶掉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冯副总对云顶的忠心。可惜什么？我对云顶集团忠心耿耿，问心无愧。问心无愧吗？那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江特助，扣到了吗？扣住了。抓到他的时候，周明还在试图再一次进行报仇。好，那你把现场的照片发给我一份。至于周明，送去改造吧。好的，夏总。照片在这里，你还要继续狡辩下去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信瑶说的都是真的？你在联合外人损害云顶集团的利益？你想清楚了再说话。周明可是全都交代了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一切，这些都是你故意设计好的，故意针对我的，对不对？你想多了，没有人针对你，是你自己不知死活，非要跳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以我对周明的了解，他在投资峰会上吃瘪，自然不会上罢干休。于是我就让江特助提前盯着他。原来你早就盯上周明了。以机关算尽，你从一开始就挑错了合作伙伴。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一切的？从你第一次见周明开始，从你给他支票开始，底下就有人告诉你。那个时候江特助就已经让我防着你。原来你早就知道了这一切，今天又何苦跟我演这出戏？演戏？想多了。你是云顶的老人了，我知道你对我继任总裁有所不满，能理解。可是你不该阻碍云顶的利益。所以说，你真的不知道我准备对股票账户下手？我真不知道。如果不是江特助及时控制住周明，如果不是林渊愿意赔上所有家业，帮助我，支持我，你刚才就已经赢了。原来从我选择和周明合作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输了。成王败寇，既然我已经输得这么彻底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们吧。风雷，你真的太令我失望了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绝对不相信你会做出有损云顶集团利益的事。是啊，冯副总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你可是和夏总一起从零做起的元老啊！就算退出了董事会，夏总也不会亏待你。你为什么要背叛云顶？不会亏待？你是说会给我不菲的分红，让我有足够的钱养老？这样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。云顶集团能有今天的规模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。凭什么总裁之位只能留夏家人来做？你就这么在意总裁这个位置？你知不知道这个位置不只是荣耀，而且是一份责任？难道你就不在意吗？我承认你的女儿真的很优秀，但
但是你扪心自问，一个刚毕业没几年的孩子，真的能好过我这个陪着集团一步步崛起的元老吗？冯副总，如果今天你不跳出来闹这一出，总裁之位已经是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风雷，你今天不止伤了我的心，也伤了孩子的心。你什么时候方便？我们找个时间召开个新闻发布会。不用了吧，我毕竟没有管理这么大一个集团的经验，还是低调点好。好，那我直接带你参加董事会，让你跟他们碰碰面。毕竟我没有在云顶任职过，集团那些陪你打江山的叔叔阿姨难免会有想法，要不然我先在云顶历练几年。你真的这么想的？云顶不是夏家的云顶，而是所有人的云顶。我觉得只要有能力胜任，任何云顶人都有资格竞选总裁一职。你说的有道理。我是真的想退休了，既然你一时半会儿不想接手，那我只能先把总裁这个位置转给冯副总了。让冯阿姨接任我没有意见，只不过既然你已经对外宣布了让我接任，那我们不如将计就计，正好利用这件事来测试一下这些元老股东的真心。好，就这么办。不，这不是真的，你是在骗我，你这是杀人诛心！我们一起奋斗了这么多年，到现在你还以为我骗你？好好看看，聘任书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带下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心寒，还有点不敢相信。是啊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在名利场上栽了跟头？冯磊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所以林渊刚才做出孤注一掷的决定，真的是难能可贵。林渊，你刚才是怎么想的？你就不怕星瑶把你傅家的资产全部都亏进去？我对星瑶有信心，我就愿意支持他，其他的没有多想。夏总，咱们集团的股东们已经在会议室等了多时了，我们要不要开始董事会？相信经过这个小插曲，星瑶接任总裁的阻力会小很多。走吧。最近几年你成长得很快，这让我很欣慰。但是你呀，非常注重感情，我生怕以后你会因为感情受到伤害。你放心吧，爸，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了。而且最近我也没有感情方面的打算。那怎么行？你不能因为一次的遇人不淑而彻底封锁自己啊！不是说封锁自己，而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，而且我有点害怕了。怕什么？怕再遇到像周明那样的渣男？我现在是有些理解你当时为什么不同意我和周明在一起了，而且理解周明怪我没有早点把身份告诉他。你想通了？毕竟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，就算你当时同意我和周明在一起，周明顺利娶到我，他也不会珍惜。而我当时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所以宁可从底层做起，想着陪他一起努力。这本身也没什么问题。而我恰恰忽略了一点，就算我创业失败，我也可以回来继承云顶，所以我创业没有那么大的压力。但是周明不一样，他的原生家庭不允许他失败。是啊，周明是个渣男，这是无可争议的。但是在绝对的社会压力之下，又有几个人能坚持到最后？所以说，在遇到绝对合适的人之前，我不敢轻易再开展一段新的感情了。不过现在有一段十分美好的感情摆在你的面前，只是你没察觉到而已。什么？傅林渊那小子不错，跟你门当户对的，而且他愿意为了你赌上一切，这还不合适吗？爸，你女儿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她的想法？那你……只是我跟她从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了，当时她和周明都喜欢我，而我最后选择了周明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不想吃回头草？
多少有一点吧。而且我现在跟他已经处成死党了，我很难再发展感情了。错了，你要是和他在一起，那不是吃回头草。你别忘了，他一直就没有放弃过你。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他以前就不知道你的身份。对，你说的没错。当时他和周明都不知道我的身份，而周明选择放弃了我。傅林渊身为傅家的少爷，却一直对我念念不忘。这么快就完成了百亿投资项目的签署，我们两个还真是颇有效率。是啊，如果让那些记者知道了，他们肯定把我们放在头版头条上。那我巴不得呢，能跟我们云顶大总裁同框，可是我的荣幸。去你的！说正经的，为什么感觉我把百亿投资送给你们傅家，你没有太大的惊喜呢？这天降百亿投资，怎么可能不惊喜呢？只是我不太擅长表达，你知道的。是，我知道。星瑶，说真的，你怎么会突然想起来把这100亿的项目送给我们呢？你觉得呢？是因为感谢我在你和冯副总打赌的时候，我不遗余力的帮助你。算是吧，但是也不全是。还有什么？好了，不说这个。我问你一个问题。你说。你说我当时跟周明在一起，是不是做错了？感情这种事情，哪有什么对错呀？我最近总是能回想起当初的情景，而且总是能感觉自己错了。明明我们双方的家庭差距非常大，却不敢面对现实，只能自我催眠似的进行创业，到头来感动的只有自己。感情上的事，他真的没有什么对错。就算你当时告诉他，后面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。或许吧。但是如果重来一次，我是绝对不会和周明在一起了。这样我们都能避免以后的折磨。那样的话，就没有今天赫赫有名的明星资本了。你在意的是明星资本？我在意的是有你的明星资本。少来，说的跟没有我就不要这100亿投资一样。可以不要。你可真是个闷葫芦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难道你非要我先开口吗？其实我也后悔。你现在春风得意，有什么后悔的？就像你说的，我太闷了，总是不敢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表达自己的心意。或许时机不对的情况下，不说反而是一种明智之举。从前我也是这么认为，所以一直都没有说。不过现在的我觉得从前的我应该更勇敢一点。那你有可能会被拒绝的，然后后悔。一个人后悔总比2个人后悔强。如果那天我把你们傅家全部的家产全都输光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听实话。我确实没想过你会输。那万一输了？我真的没有想过你会输，从来没有。如果硬要我想的话，我可能会跟你一样，从零开始。从零开始很苦的，而且有很大一股生活的压力。我不这么觉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从零开始能够让我产生一种慢慢向你靠近的错觉。所以你承认你喜欢我了？我没有否认过呀。但是你也从来没说过呀。你知道的，你是一直都知道的呀。可是你从来都没有说过。新瑶，我喜欢你，从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喜欢你了。傅林渊，我投资你们傅家这100亿，算不算恩情？算啊，怎么不算？那你为什么恩将仇报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……没有？那你说什么喜欢我？你凭什么喜欢我？哦，那我走了。滚回来！这么开不起玩笑？开玩笑？刚才是在开玩笑吗？
你最近表现不错，给你个机会。这句话不会也是在开玩笑吧？你猜？ 너만의 여자가 되어주고 싶어